说起大女人，她是这个领域的王者，手撕丈夫。Wake up！ 拿捏年下，她肤浅、庸俗、拜金，可看过这部剧的人却无一不被她的魅力折服。她就是致命女人中最紧张刺激、酣畅淋漓的西蒙尼单元。比起被大家直呼爽文过瘾的上一期，西蒙的故事在兼具爽感的同时，还夹杂了一丝游走在人性灰度中难得的温情。她是那种并不算十分漂亮，但每根头发丝都彰显着魅力的女性，以至于闺蜜13岁的儿子对她一见钟情。 Tommy, this is Simone. You're pretty. 诸如此类的评价，西蒙听说过太多次。她由鲜花铺就的人生道路上，从不缺乏钻石和掌声。她张扬自信，功成名就，丈夫也绅士多金，善解人意。如果人生赢家有模板，那她一定是最成功的案例。直到这一天，她突然收到一封匿名来信，里面的照片赫然昭示着丈夫某个不为人知的隐秘。放在旁人头上的晴天霹雳，对西蒙来说只能算个小插曲。她已经经历过3段婚姻，波折坎坷的情史教她学会了一个道理：金钱才是她最大的底气。西蒙第一反应不是哭哭啼啼，而是处变不惊地把丈夫叫到浴室摊牌。 Here's what's going to happen. You will go upstairs to begin packing. I will tell our guests that you have some sort of headache. You won't come down until everyone's gone. 西蒙当机立断，选择弃卒保帅，放弃婚姻，最大限度地保留体面。然而作为苦主，西蒙还没崩溃，丈夫卡尔却开始1哭2闹3上吊。他躲进卧室，偷偷吞了一大瓶安眠药，以此来逃避离婚。西蒙发现空掉的药瓶，察觉到不对劲。 What did you do? You think you're going to get out of this by dying? Fuck you! 他姿态优雅地拨打了急救电话，连通话语气也依旧保持得体大方。Could you hold? Wake up! Excuse me, I'm back. 卡尔德想不开，也让离婚手续暂时搁置下来。当他被送上救护车的时候，邻居突然用一种看破一切的口吻说起了风凉话。 I wouldn't blame you, considering. 西蒙一秒猜到邻居正是那封匿名信的主人。见对方一脸得意洋洋地转身离去，他一把将邻居摁在地上，一顿暴打。这就是西蒙，精致优雅，睚眦必报。与雷厉风行的外在形象不同的是，他其实也是个相当重感情的人，只可惜人生不如意事10之8九。 It's funny, my first husband liked booze more than me. My second liked cocaine more than me. My third likes boys more than me. 明年他5年的汤米把他抱在怀里安慰，只是气氛却在不知不觉间变得有些不对劲。紧要关头，西蒙及时刹住了车，毕竟他可是自己好朋友的儿子。汤米只能识相的离开。 Just remember, there's at least one man in this world who's dying to fuck you. 尽管理智提醒西蒙克制，但他的脑海经常不由自主地重温这份甜蜜。好在两人的年龄差距以及闺蜜的存在，总能及时打断他的奇思。直到这天，好友尼米突然语重心长地告诉他，自己曾亲眼看见卡尔出现在一家酒店门口。西蒙慌张地环视一圈，确定左右没人后才敢说话。 I mean, I couldn't tell you who the woman was, but... The woman. 西蒙敏锐捕捉到盲点，那个女人。原来尼米只是知道卡尔出轨，却并不清楚他其实是个 gay。他悄悄舒了一口气，还好，丢脸了，但没完全丢。庆幸之余，他突然又想到，尼米明明早就知道这件事，为什么现在才告诉他？ But you're my best friend. And you're one of mine. 尼米俨然一副看热闹不嫌事大的态度，让西蒙彻底破防。当天下午，他就直接找上汤米。 You still want to make love to me? Yeah? I'm free today at 4. Great. Where should we go? You're a man now, figure it out. 然而汤米选定的约会地点竟然是一辆破旧的餐车，这让睡惯了天鹅绒的西蒙无所适从。尽管嘴上嫌弃，但他最终还是走进了这扇新世界的大门。然而车厢里面挥之不去的食材气味当场把他劝退。西蒙起身想走，却又鬼使神差地留下了。 Goodbye. Bye. 冲动过后，一股浓烈的悔意占据了他的脑海。他后悔的不是失去了一段纯洁的关系，而是他现在才意识到
自己之前错过的到底是什么。Youth。比起成人世界里你来我往的权衡利弊，18岁的汤米满腔都是不曾被污染过的勇敢赤诚。他的赤子之心宛如一双炙热的手，替西蒙拂去了掩埋青春的岁月尘埃。他能给的除了转瞬即逝的激情，还有严肃而郑重的真心。为了庆祝两人第一次约会，汤米认真准备了礼物，以表对西蒙的爱意。 It's called a swatch. And it's waterproof. Oh, so it's safe from my tears of joy. 汤米十分重视这次约会，可西蒙却是一脸的做贼心虚。 What's wrong? Am I embarrassing you? Shush, sit down. 汤米的满腔真心换来的却是西蒙遮遮掩掩的回避，甚至让他把礼物带上也不愿意。他有些失望地站起身，心灰意冷地转身离去。但汤米很快又收拾好了心情，第二天就手捧鲜花出现在了西蒙面前。 Tommy? I was up all night thinking about our date, and I was super upset, but I should not have walked out, and I am sorry. 但西蒙的眼里没有触动，只有对关系败落的恐惧。汤米贴心解释自己是等她丈夫出门才进来的，可她似乎忘了，西蒙的丈夫虽然不在，但女儿还在。 What are the flowers for? They're for you, of course. Me? How did you know I was here? What a good question. 西蒙弃若敝履的东西，女儿却很受用。她当场提出了共进晚餐的邀请。为了回击西蒙的冷落，汤米顺势答应了下来。眼看着两人一拍即合，西蒙只能背地里较劲，甚至不惜拉拢卡尔一起当说客。 Tommy? Isn't he a little young for you? What is he? 17? 队友的一句话让西蒙当场跳脚。 He's 18 and mature for his age. 尽管汤米的手段有些幼稚，却成功刺激到了西蒙。当晚他就故意搅乱了两人的约会，然后超不经意露出手上的小天才手表。看到这一幕，汤米当场就消气了。和好如初后，两人甜甜蜜蜜地开车前往30英里外，准备找家旅馆过夜。然而两人的年龄差距却引起了警察的注意。经验使然的警察当场就要逮捕西蒙。 You think I'm a hooker? For God's sake, I'm wearing Yves Saint Laurent. I didn't say you weren't successful. How dare you? 满身名牌也挡不住警察的正义之心，他直接拉着西蒙往警车走去。无奈之下，他只能被迫摊牌。 We are having an illicit affair. We've driven 30 miles to avoid being spotted by his mother, who is my best friend, and my husband, who is gay. 三观正虽的警察看了汤米一眼，消化完巨大的信息量后，最终留下了这样一句话。 Well, I gotta give you points for creativity. Have fun, kid. 尽管两人的关系被世俗所不容，但跟汤米在一起的每分每秒都给了西蒙一种酷似冒险的新奇体验。两人的约会越来越频繁。当燥热的暑期来临，汤米找了一份园丁的兼职，借雇主家的房间跟西蒙约会。然而这天，雇主却突然提前回到家，不知天地为何物的两人当场被堵在了房间。汤米还好说，西蒙就算有10张嘴也解释不清楚。迫于无奈，他只能向自己唯一的好姐妹求救。 I'm having an affair. Now, can you please come over here and create a distraction so I can get out? What are husbands for? 卡尔很快赶到楼下，确认过眼神后，直接一脚油门撞上了门口的车。巨大的撞击声成功替西蒙争取到了跑路的机会。他跑到马路上，假装不经意的偶遇。 What happened here? 然而卡尔眼里没有对肇事的担忧，只有对西蒙婚外情对象的探究。在看到汤米的那一刻，他当场瞳孔地震。 Wasn't that lucky, dear? 目睹这场闹剧的卡尔除了震惊，更多的就是开心。上帝在无意间给他们设定了最好的安排。夫妻不成情义在，他们可以拥有各自的生活，然后回家相互吃各自的瓜。他们互相掣肘，拿捏着对方的把柄，同时又相互信任。一直以来，卡尔包容着他的奢侈挥霍，理解他的胡言乱语，也会在他最需要的时候从不吝啬赞美，以一种旁人无法企及的方式逗他开心。而卡尔身上这些美好的品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其实更趋近于女性特质。比起夫妻，两人之间的关系也更像是闺蜜。感情的错位让西蒙不得不重新开始审视这段关系。平心而论，他得到的其实比失去的更多。安慰完妮米后，西蒙鬼鬼祟祟地找到了汤米，想要把胸针还回去。这并非是因为西蒙有不配得感，
而是这份礼物实在大大超出了汤米的承受范围，但他却执意不肯收，不是出于孩子气的想要证明什么。钻石是真的，仅仅是因为他对他的感情是真的，脑子只剩下八卦。刀尖舔血的感觉固然令人心悸，但跟汤米的关系实在让西蒙着迷上瘾。两人约定好下周一起去巴黎蜜月旅行，本以为他和卡尔能各自成双成对，就这样一直幸福下去。然而接下来的剧情却急转直下。某次社交晚宴上，一个面生的女人突然找到西蒙，开门见山地问他是否知道自己丈夫的性取向。西蒙一开始还以为又是一个来幸灾乐祸的，结果对方却突然告诉他卡尔生病了。 He saw my husband 3 days ago. He has that new disease that all the gay men are spreading. I'm so sorry. I just felt you should know. 他的话让西蒙突然想起之前某些小细节，比如卡尔手指受伤的时候坚持不肯让他触碰，又比如卡尔只是长了个小红点，却莫名涂上粉底液遮盖。这些蛛丝马迹让西蒙瞬间认清了现实，这种病在那个年代几乎等同于绝症。晚宴一结束，他就刻不容缓地向卡尔追问，可他的回答彻底掐灭了西蒙最后一丝侥幸。I should have told you, my love. I just didn't want to spoil your trip. 可如今的西蒙根本顾不上了谈情说爱，卡尔不仅是她名义上的丈夫，也是她肝胆相照的挚友。无奈之下，她只能跟汤米取消了旅行。这也许是汤米这辈子最棒的一个夏天，但也可能是卡尔这一生的最后一个夏天。期待落空的汤米直接把自己灌了个烂醉，结果酒驾回家的路上就发生了车祸。人倒是没有大碍，可就在他昏迷期间，身上一道纹身暴露了他和西蒙的关系。 What in the world? Who's Simone? That his girlfriend? 怒不可遏的尼米直接冲到西蒙家摊牌，先是把他问候了一顿，又砸了屋里的大半家具。做完这些，尼米仍嫌不够解气。没过几天，他又故意等在停车场，只等西蒙出现之后，毫不犹豫一脚油门上去。朋友反目成仇，丈夫身患绝症，西蒙的生活简直乱成了一锅粥。第一次，他抛开了世俗的压力，认真向汤米提出了分手。他才刚刚走向独立，而他已经迈向了生死离别的人生章节。他们之间隔着的不仅是伦理，还有无法逾越的年龄时差。 I love you. I won't be the last woman you say that to. But I'm proud to be the first. 千帆过尽，他依旧是那个自信优雅、雷厉风行的西蒙。他有野心，有魄力，也有一颗柔软的心。当卡尔因病受人排挤时，他坚定不移陪在他身边。当卡尔的免疫系统崩坏，各种并发症找上门时，他义无反顾变卖大半家产为他治病。当卡尔走到穷途末路，选择以一种体面的方式告别时，他依旧尽最大的努力支持他的决定。抛开妻子的身份，他也是卡尔义薄云天的挚友。西蒙褪下了那些闪耀的珠宝，整个人却依旧闪闪发光。 You should have a huge, glorious party to send you off. You are a glorious party. All by yourself. 在其他两条线都迎来了死亡的结局时，唯有西蒙尼和卡尔最终以优雅的探戈谢幕。多年以后，西蒙卖掉了这栋别墅，千金散尽还复来之后，他成了声名大噪的慈善家，汤米也成了鼎鼎有名的画家。两人没有再续前缘，而是一直维持着深刻的友谊。西蒙也没有再婚，但他后半段的人生却从不缺少激情。 Back to the hotel. Yes. I'm ready for my massage now. 没有人会一直年轻，除了西蒙的男朋友。